我请爸妈住进了我家，后来我姐和姐夫也搬了进来，甚至狮子大开口要抢我的主卧室，还占用了房子一半的私人空间。最后，我把他们全都请出去了。我是个26岁的男性，住在我自己全额支付的房子里，而我的爸妈也住在这里。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，但实际上复杂得多。让我从头说起吧。去年我在市区买了一栋房子，我负担全部的房贷，支付所有的账单、生活杂支，你能想到的任何开销都是我付的。我的爸妈，52岁的丽兹和55岁的汤姆，两人都是退休老师。我让他们搬来和我一起住，我也从没让他们支付任何费用。所以，我不是那种因为付不起房租，只好搬回老家和爸妈住的状况。事实上，身为软体工程师，我收入很不错，因为公司位于市区内，我想住的离公司近一点。再加上，我想说，他们养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能回报，照顾他们也是件好事。这是一栋不错的4房住宅，不算豪宅，但很温馨，有个后院和宽敞的客厅。既然钱都是我出的，我自然就睡在主卧室。主卧有步入式衣帽间和独立浴室，这点超重要，因为我极度讨厌跟别人共用浴室。第2间房是我的家庭办公室，我有80%的时间都在家工作，所以里面配了双萤幕、舒适的椅子和所有需要的设备。第3间房则是留给爸妈住，第4间房则留作客房，以备亲戚朋友来访。一开始一切都很好，爸妈很高兴能住进市区，平日我工作打理房子，他们就忙他们自己的事，负担所有开销我并不在意，毕竟他们是我的爸妈，在他们为我付出那么多之后，能有能力回馈他们，感觉挺好的。但后来情况变了，一天早上吃早餐时，我妈轻描淡写地丢出了一颗震撼弹。她提到我28岁的姐姐杰西卡和她老公艾瑞克正考虑搬来市区。杰西卡怀孕了，据说他们最近手头很紧，我妈说他们真的很需要帮忙。起初我没想太多，杰西卡和艾瑞克总是从一个烂摊子跳到另一个烂摊子，但我以为他们搬来也只是在附近租个小公寓。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。几天后，我妈用她那种最无辜的语气让我坐下，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邀请杰西卡和艾瑞克来家里住，只是暂住一阵子，直到他们经济状况稳定为止。重点是，他们根本没问过我同不同意，邀请了之后才通知我。我还在消化这整件事的时候，杰西卡和艾瑞克已经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门口，摆明了就是要常住。实际情况是，杰西卡和艾瑞克搬了进来，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，他们短期内根本没打算走。光是想到要增加的开销，我就感到不小的压力了，伙食费、水电瓦斯、房贷，样样都是我付，现在我还要多养2个闲人，而且没人问过我的感受。我爱我姐，但杰西卡，怎么说呢？她真的不是个负责任的人，她老是把自己搞得一团乱，然后等着别人来帮她擦屁股。艾瑞克人是不坏，但他那种懒散又理所当然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，好像只因为我姐怀孕了，全世界就该绕着他们转。家里的低气压几乎立刻就出现了。他们搬进来几天后，艾瑞克开始说些酸言酸语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看似无害，但听了会让人火大的话，像是这房子这么大，你一个人打扫一定很累吧？或是等宝宝出生后，我们会需要很多空间放东西哦。刚开始我没太在意，但某天晚上情况升级了。杰西卡和艾瑞克把我拉到一边说想谈谈。我天真的以为他们是要为增加我的负担道歉，或者主动提议帮忙分担点家计。结果完全不是。艾瑞克一脸轻松地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想了想，觉得如果我们住主卧会比较合理。我眨了眨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结果杰西卡马上接话，对儿，宝宝会需要很多东西，你的房间刚好有更衣间跟独立浴室。让我再提醒一次，房子是我买的，房贷是我缴的，家里所有费用都是我付的，而这2个人现在坐在这，建议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和还没出生的孩子。那种厚脸皮的程度让我瞬间傻眼。我压住火气问，你们现在住的那间客房已经够大了。艾瑞克看着我的眼神，好像我说了什么荒唐至极的话。我们现在睡的房间没有步入式衣橱，他说宝宝需要空间啊。我彻底无言，我不可能让出我的房间，你们可以睡客房，或者自己去外面找地方住。杰西卡看起来一脸震惊，好像不敢相信我竟然没点头答应。至于艾瑞克，他看起来简直是被我羞辱了一样。那时我就知道这事不能善了。接下来几天，情况迅速恶化。我注意到杰西卡和艾瑞克越来越随便，东西到处乱丢，鞋子踢在沙发旁，育儿杂志散满餐桌。
艾瑞克甚至开始讨论婴儿床要放哪里，好像他已经认定他们会住进主卧室。有一天，我必须进公司开会。当我回到家时，我整个人气血上涌。我的私人物品、衣服、电脑荧幕，所有家当，通通被堆在走廊上。我冲进主卧室，看见杰西卡正若无其事地在打包我最后一点东西，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脱口大吼。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妈说我们可以先搬进来这里，宝宝快生了，我们需要空间。我气炸了。我跟你说过，不准动我的房间。杰西卡双手交叉抱胸。客房太小了。我不接受这个说法。我不在乎，你们就是不能占用我的房间。看是要去住客房，还是搬出去找别的地方住。这时杰西卡也生气了，但我顾不了那么多。我冲出房间，抓起手机打给我妈，她当时甚至不在家。妈，是你跟杰西卡和艾瑞克说可以搬进我房间的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承认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他们需要空间，而且你已经有办公室了，反正你也不需要主卧室里那么多空间。我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房贷是我在缴，账单是我在付，然后你觉得让他们强占我的房间是可以的？他试图安抚我，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我已经不想听了。我绝不会把房间让给他们。如果他们不把东西搬出去，那他们就得另找地方住。挂掉电话后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怒火涌上心头。我真的受够了。我爸妈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下就让杰西卡和艾瑞克来我家住，他们两个不请自来，占用我的空间，还想反客为主，现在连我自己的妈妈都站在他们那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保持冷静，但在那一刻，我决定不再忍气吞声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全家人叫到客厅摊牌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们一个个带着那种被冒犯又理直气壮的表情走过来。杰西卡双手交叉抱胸，艾瑞克坐在他旁边，脸上挂着那种自以为已经掌控全局的得意笑容，而我爸妈则是一脸失望，好像做错事的人是我。我需要把话说得非常清楚，我开口道，虽然内心气到发抖，但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。这是我的房子，这里所有开销都是我出的，这点不会改变。杰西卡、艾瑞克，你们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住客房，要么离开。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你们要睡在主卧室的话。杰西卡嗤之以鼻，手臂抱得更紧。你真的很自私耶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宝宝吗？他需要空间。空间？我冷笑一声。孩子连生都还没生，你们就已经表现得像你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一样。这只是暂时的。我妈试图打圆场，但我打断她。不，这不是暂时的。当有人把东西到处乱扔，还趁我不在时试图霸占我房间，这就不叫暂时。艾瑞克挂着那种居高临下的笑容，身体前倾。你也反应太大了吧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想想什么才是对大家最好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眨也不眨。你知道怎样才是对大家都好吗？就是你们最好开始找自己的地方住。接下来的沉默沉重的令人窒息。杰西卡瞪大眼睛，艾瑞克那副得意的表情僵了1秒，随即又恢复镇定。你这是要赶我们走？如果你想这样解读，没错，我的语气非常坚定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赖在这里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换锁。杰西卡一脸震惊，好像无法相信我这次没得商量。艾瑞克则是气疯了，我看得到他咬牙切齿，眼神凶狠，但我根本不在乎。那天晚上，我把他们所有的东西，鞋子、婴儿杂志、包包，通通拖到走廊上，然后关上了我的卧室门。我知道冲突只会更激烈，但我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一切。隔天早上，不出所料，他们还在那里，甚至表现得更加自在了，一副要把这当自己家的样子。于是，我决定是时候采取最终行动了。我打开笔电，搜了一些离这里够远的公寓清单，让他们想回来也难。我把清单传给他们，附上一句话：给你们1周时间搬出去。他们已读不回，完全无视。过几天，我去公司开会前，趁其他人都不在家时，我直接叫了锁匠，把全家的锁都换了。然后我把他们的东西，每一样物品全部打包好，堆在院子里。这做法确实不怎么厚道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什么厚不厚道了。开会时，我的手机被我妈和杰西卡的愤怒电话和简讯轰炸，要求我开门。我一通都没接，是时候硬起来了。当我回到家时，他们全家都在门口等着，怒气冲天。我爸妈看起来快气炸了，杰西卡在哭，艾瑞克则瞪着我，一副想当场跟我干架的样子。
我冷冷地笑着说，我警告过你们了。我妈开始大声骂我，说我是在拆散这个家，但我连眉头都没皱。你们要怎么吼随便你们，但我已经受够被占便宜了。去找别的地方住吧，我不再是你们的提款机了。他们试图拿法律威胁我，但我知道他们根本站不住脚。祝你们好运，我耸耸肩。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，你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。说完，我就留下他们站在门外。那时天空已开始飘起毛毛雨。我转身进屋，打开音乐，坐在沙发上。几个月来第一次，我感到了真正的平静。我知道情感上的烂摊子还很难收拾，但我也知道我终于设下了界限。他们租了一辆搬家卡车来载东西。杰西卡给了我一个充满怨毒的眼神，艾瑞克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。我爸妈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但我心里没有丝毫后悔。有时候要找回平静，就得做出艰难的选择。我已经准备好向前走，甩开那些只想占我便宜的人。在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房子终于安静下来了。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。那几天的解脱感真的很真实，没有争吵，没有荒谬的要求，只有我掌控着自己的空间。但我心里隐约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结束。果然，那种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没多久，我家人开始到处散播假消息，把我讲成故事里的大坏蛋。亲戚们的讯息和电话接踵而来，你怎么能把怀孕的姐姐赶出去？你怎么能把爸妈扫地出门？很明显，杰西卡和我爸妈编造了他们自己的故事，一对有婴儿即将出生、陷入困境的夫妻，以及只想靠近家人、安享晚年的年迈爸妈。而我，当然就成了那个冷酷无情、不肯分享自己房子的冷血儿子。我试着向几位比较亲近的亲戚解释实际情况，但很快就发现这完全是白费力气。大家总是同情弱者，没人想听真相是杰西卡和艾瑞克是如何入侵我家，还想强占我卧室。所以我决定不再浪费任何时间为自己辩护。既然他们要把我描述成坏人，那就随他们吧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不仅仅是抹黑我，他们还真的采取了行动。几个星期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法院传票，他们竟然告我。原来他们找了个不知哪来的律师，主张他们拥有居住权，指控我非法驱离，甚至说我们有口头租约，要求我让他们搬回去，否则就要赔偿巨额的精神损失和搬迁费。看到传票的那一刻，我反倒笑了。这正是我想看到的，他们太贪婪了，贪婪到留下了白纸黑字的把柄。深思熟虑后，我做了最后决定。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，说明了一切。他向我保证，房子在法律上完全属于我，他们没有任何立场回来。产权是我的名字，所有费用都由我独自支付，他们打官司也赢不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不断考验我的耐心。我爸妈不停打电话情绪勒索我，说我在破坏家庭，要我让他们回来。杰西卡和艾瑞克则传来冷嘲热讽的讯息，暗示这场官司会毁了我。我全部无视，转头就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了我的律师。而这场官司反而让亲戚们看清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在诉讼等待期间，我爸妈、杰西卡和艾瑞克因为没地方住，开始轮流寄宿在那些同情他们的亲戚家。原本那些亲戚还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但没过多久，历史重演了。杰西卡和艾瑞克在亲戚家一样懒散，不帮忙，还嫌东嫌西。这时候，那些亲戚开始联系我。这次我也不辩解了，我直接把他们告我的诉状副本传给亲戚们看，上面清楚写着，他们试图主张只要住久了就有权利分房子。我对亲戚说，你们看，他们现在正在告我抢房子，你们让他们住这么久，小心下一步他们就赖在你们家不走，然后用同样的理由告你们。亲戚们一边忍受着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一边看到这些荒谬的法律文件，终于意识到我说的才是真的。真相本身就够劲爆了，不需要我多说。那些亲戚开始感到恐慌，纷纷借故把他们请走，甚至开始疏远他们。终于，开庭的日子到了。杰西卡和艾瑞克手牵手走进法庭，我爸妈跟在旁边，一脸沾沾自喜，以为法官会同情孕妇和老人。但当我的律师把证据摊开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房屋权状，我独自支付所有账单的记录，以及他们从未支付房租的事实，他们的自信瞬间崩盘。法官不是笨蛋。当法官质问他们，既然主张是租客，为何拿不出任何转账记录，以及为何要在被告，也就是我不在家时擅自移动主卧室财物时，杰西卡支支吾吾，艾瑞克把头撇开，连他们的律师都看起来坐立难安。判决很快就下来了，房子法律上完全归我，不存在任何租赁关系，我的驱离合法有效，驳回他们所有请求。
法官甚至在庭上严厉斥责了他们这种滥用司法资源、投机取巧的行为。不出法庭时，我妈又想凑过来，眼眶含泪，似乎想道歉，或者又是另一种情绪勒索，但我已经不想理了。希望你们学到教训了，我平静地说完，转身就走，一句废话都不多说。接下来几个月，结局如我所料。因为那场官司的闹剧，加上在亲戚家表现恶劣，亲戚们都不愿意再收留他们。听说杰西卡和艾瑞克终于租了间小公寓，但没了家人的机缘，他们原本就不稳的婚姻，在现实压力下开始崩坏。至于我爸妈，只能租了间廉价的小公寓，在不同亲戚的冷眼中勉强度日。那种惯用的情绪勒索手段，终于反噬到自己身上。同时，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我专注在事业上，升了职，也建立了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我意识到，我不需要一个只把我当摇钱树的家庭。我的房子终于变成了我梦想中的家。每次走进那间有更衣间和独立卫浴的主卧室，我都感到深深的满足。那不只是独处的轻松感，更是一种确信我透过设立底线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不需要搞什么惊天动地的报复。最甜美的复仇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让他们去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。最终，真正的胜利是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并远远地看着那些试图击垮我的人，因为自己的贪婪而沉沦。